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董买买。今天这期视频来聊一聊小米的第一台智能电动汽车小米 SU7。从2021年3月30日官宣造车开始，1094天的等待啊，小米终于交作业了。这期视频呢，老规矩啊，我会由前到近，由外而内，从整车到智能，带你全面的、仔细的去聊一聊小米的 SU7。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呢，雷军其实刚刚发了一个微博，感慨了特斯拉涨价的能力啊，所以呢，价格我还是不知道的。我猜测啊，苏7的 Max 呢应该会做到35万的上下，普通版本的苏7呢应该会做到25、6万附近吧。等发布会的时候呢，你们就知道价格了。欢迎在弹幕中来跟我聊一聊啊，这个预估到底准不准吧。本次呢，我试驾的是最高的配置啊，苏7 Max 的版本，应该呢也是发布会中的顶配。颜色呢，我这台是雅灰，官方的广告色呢是海湾蓝。那雅灰呢，有点类似于未来的星灰啊，是明显的一个性能车的配色。试驾车呢，其实还提供了一个橄榄绿的配色，倒是有点接近于保时捷的那个砂金石绿，一个优雅的性能车的配色。发布会上呢，其实还有更多的颜色啊，比如说武大那台霞光紫也很高级。总之呢，作为一台性能车，颜色的选择呢，其实是符合其性能车的定位，而且也兼顾了年轻人所要的个性。那基本尺寸方面呢，长4997毫米，宽1963毫米，高1440毫米，轴距呢是3000毫米，一个标准的 C 级车的长度，侧身的线条呢非常的修长。风阻系数呢，发布会雷总说是0.195，那换新之后的 Model 3的风阻呢是0.22，所以看到小米的设计呢还是有不错的风阻控制能力的。当然呢，这个外观呢就会有人说像 Taycan 啊，那其实我也认同啊，这个时代造车呢，车都要去风洞里面去吹的。低风阻的造型呢，其实就那么几种设计吧，比如说以奔驰 EQS 为代表的那种鼠标型的设计，也有以未来 ET7 为代表的那种 Ready for Tomorrow 的设计吧。再有呢，就是像小米这样的造型了。米呢还是做了大量一眼可见的不同的，我觉得外观呢其实没啥毛病，符合小米呢第一台用户用车的一些心理。正面来看呢，4点式的头灯很醒目，这个大灯呢是支持 ADB 的，可惜呢我试驾的时候是白天，没能给大家试一试。大灯呢被一条横着的转向灯所贯穿，形成一个米字。大灯下方的风道呢都是真实存在的空气动力学设计，而非仅仅只是一个造型。整个风挡呢形成了一个28度的大倾角，带来了跑车的视觉冲击力。那前备箱呢，没错，苏7呢这一次全系列标配前备箱可以打开，官方说呢容积有105升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箱子了。Model 3的尺寸呢与之相对比是88升，不过这个前备箱呢是单卡扣打开的设计啊，按回去的时候呢会稍微的费劲一点，以及跟特斯拉一样，它是卡扣式打开，没有做电开电吸的关闭设计，所以呢依然会有弄脏手的问题。一个小心思啊，就是当你打开前备箱之后，你能看到名牌写着21000的转的电机转速，495千瓦的功率。提车后呢，让雷总签名，这会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啊。我看到发布之前呢，有人说这个玻璃水的加注位置没有放在挡水条之外。但是呢，小米把这个加注口的位置放得很低，相比于放在挡水条之外，但是偏里面的设计，我个人认为小米的设计呢，加玻璃水其实会更加容易的，而且呢也更加不容易洒。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啊。至于说前备箱没有隔音棉，反正这个是电车吧，好看是一方面，功能性是另一回事，我倒还算是能接受。后视镜部分呢是非常醒目的无边框一体式后视镜，镜面屏占比达了90%以上。折叠的时候呢，这个角度很大，调整后视镜的时候，整个外壳是跟着一起移动的。我看工信部呢，这个地方还可以选配一款碳纤维风格的后视镜盖。那稍显不足的是呢，这个后视镜并没有集成盲区提醒，虽然特斯拉 Model 3也没有吧，但是我觉得小米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，还是应该有。那门把手的设计呢，同样在一众的隐藏式门把手中有了很多的不同啊，它是一种半隐藏式的设计，手伸进去呢，你直觉性的压一下门就可以打开。它跟保时捷911那种略微向上的打开还不一样，它更像是内部呢藏着一个微动开关。官方说这样做的好处呢是防止结冰，其实优秀品牌的隐藏门把手还是有破冰性能的。我觉得小米这样的设计呢，更多的还是出于设计上外观的需求。那轮毂呢，本次有很多车型可以选择，两款19寸的，一款20寸的梅花轮毂。那我这台试驾车就是20寸的梅花。那配备的是米其林的 PS1V 轮胎26540R20，这个宽度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21英寸的竖叉型轮毂，长得呢有点像锻造的外观，但其实还是一个铸造的。搭配呢是21英寸的 P-Zero 轮胎，这个续航呢应该也是全系列最低的。这里给不熟悉电动车的同学们稍微科普一下，轮胎呢是车
唯一直接接触地面的东西，它的宽度、它的滚阻直接决定了你的抓地性能以及续航。一般的低滚阻轮胎会有更好的续航，但是噪音呢也会略大一些，同时抓地力会相对差一些。反过来呢，性能的轮胎它抓地力会好，运动性能会提升，同时它的续航也会减少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热爱性能，选择21英寸的树叉轮毂加 P 字轴轮胎应该是没错的。那如果追求续航，或者说购买的是基础版本，以及就是有很强的里程焦虑，那我还是强烈建议你选择19英寸的低风阻轮毂吧。那题外话，轮毂盖，如果你正着看的这是一个米，反着看的是一个心，哈哈，心字少一点，表示让消费者少操点心吧。那大概是这样的品牌寓意啊。我觉得这个 logo 设计的其实还是不错的，虽然当年说花了多少钱，花了200万是吧？那还是很值的。那刹车呢？我这台苏七 Max 的高配车型配的是 Brembo 的4活塞卡钳，非常的醒目。Brembo 呢也是刹车卡钳中的一个好品牌了，给不了解的同学们说一下，体现了小米的一贯高用料，而且呢刹车盘是打孔的，这个工程挑战其实还蛮大的。打孔盘呢其实要避免噪音还是蛮难的，小米呢敢于在第一台车上就用打孔盘，我还是挺佩服的。那后半部分呢，充电接口位于车的左后方，交流、直流接口都有。比较有意思的是呢，小米做了一个防尘的塞子，这个塞子呢是两用的，一面呢是交流，把它反过来一插就是直流了。那合规上的充电口，其实官方要求至少是 IP56级的保护吧，塞子倒是不必要的。但是考虑到这台车的受众是第一台电车用户，给一个小零件增加用户的安全感，倒也没啥问题啊。我这台苏七 Max 的车型呢，应该是顶配啊，其实啥都有，空悬呢 CDC， 后面呢还有电动尾翼，尾翼呢有5度、12度、25度可以调节，在车速足够高的时候，25度的尾翼其实能提供130千克的下压力吧。那尾翼打开之后呢，同前备箱一样，那里有一个同样适合雷总签名的名牌。除了苏七 Max 的标之外呢，北京小米的车标同样很醒目，这个尾标说实话已经体现了小米的能力了。试想一下，当年未来的车贴江淮汽车的标，哪怕工厂是全新建设的，哪怕未来的工厂就是比保时捷更强，承担了多少的非议啊！直到2024年，蔚来自己买下了造车资质之后，那最新的尾标是蔚来的尾标，才结束了这一非议。而小米第一次造车就可以拿到尾标是北京小米，我觉得雷军还是很厉害的。尾标以下的部分呢，我倒是觉得设计略微显得有些复杂了，尤其是左右两侧，有人戏称这么一个对称的设计不加个4出排气可惜了。我个人也是认同，还是应该更加的简洁一点。尾灯的设计呢，还是蛮有特色的，在一众贯穿式尾灯中，小米的这样一个弧线设计非常的突出哦。顶部 Max 版本提供的激光雷达鹅卵石的造型，对于风阻有一定的帮助。激光雷达性能以及参数呢，在发布会之前一概不知，但我知道苏七 Max 呢是有 AD Max 能力的，也就是说有城市驾驶的能力的。还有一款呢，工信部申报是没有激光雷达的，我猜在智能驾驶上应该有较大的差异。那这期视频在发布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也能看到差异是什么了。我这台车呢是黑色的玻璃顶，我看到工信部还有一款不是全黑色玻璃顶的申报。我个人呢其实还是很喜欢这样通透的玻璃设定的。小米呢甚至还贴了一个纸条说这块玻璃具有很强的隔绝紫外线、隔绝红外线的能力。但是我知道无论这个顶做的多好，都会有人说晒。反正官方后续呢也会出天幕配件的，就看你的选择吧。外面聊完之后，来聊一聊内部啊。首先是解锁，小米苏七呢没有使用 UWB 节点，而是传统的蓝牙节点，应该还是出于成本上的考虑啊。UWB 呢主要是需要跟手机跟车一起支持上，而且呢需要车中提前部署一些节点才能用。不过呢，如果你使用小米手机，应该不存在 APP 被杀掉导致蓝牙失灵的问题吧？小米的这个 APP 呢还特意有一个地方提醒你，改变手机的节电模式，应该能有效提升解锁的成功率。那 NFC 解锁当然也是同样支持的。开门呢，小米这样的照地灯应该是一个标配的设计吧，挺好的。电吸门呢不必多说，现在都是新势力的标配了。玻璃呢用的是福耀玻璃，好评。比较可惜的是它使用的是单层玻璃，无框设计，跟未来的 ET5一样啊，稍微有点遗憾。需要定义的时候呢更加激进一点，上双层玻璃就好了。那实测呢，在高速公路上使用不严谨的 Apple Watch 去测量噪音的方式呢，要比同样是双层玻璃的 ET7差不少，跟 ET5呢应该是一样的一个水平。那再次提醒呢，我这种测试方法并不是很严谨，不同的道路、不同的轮胎，甚至声音的来源不一样，都会有较大的差别。分贝呢，只代表一种响度上的参考。那打开车门呢，你可以看到车门两侧的名牌啊。首先呢，标准胎压是2.9巴，所以这车的热车胎压应该可以做到3.1巴左右，跟特斯拉的 Model S 要求都一样了，还是用高胎压去换更好的续航了。那作为对比的话呢，新势力中无论是未来的 ET5呢，还是未来的 ET7，他们的标准胎压都是2.5巴，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。就是你到底是要更加舒适一些，还是你就是为了续航把胎压冲得足足的。另一侧呢，名牌是电压，有一些产品它550伏啊，也能称之为800伏，这属于钻空子的行为啊。小米这一次呢，名牌标的是726伏。最近呢，800伏呢特别火，这个很多
号称800伏的车啊，实际上是不到800伏的啊。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这个大部分都是有700伏，甚至有个别的呢只有500、600伏。当然，我也跟专家请教，大家说呢，超过500伏就可以号称800伏。我在想，我们干800伏还得认认真真干啊。我们干了多少呢？我们这个800伏是871。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800伏的电车了，而且呢，726伏也是有好处的。市面上有很多750伏的充电桩，这样的话，在你充电的初段，车呢不需要升压也能进行充电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充电的效率。电池方面呢，这款 Max 的电池是和宁德时代合作的101千瓦时，虽然官方没说是麒麟电池，但是我看了发布会啊，就是麒麟电池，这很正常啊，毕竟第一次搞跟宁德时代去合作，这是对的。宁德时代是全球最好的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商，可能没有之一。那买宁德时代的高端产品也符合小米堆料的特点。充电速度方面呢，官方给的10%到80%充电需要19分钟。注意呢，这个是这台 Max 车型的数据啊。充电呢其实是电网能力、充电桩能力以及车能力三者的最小值。那我看到这台车的上一次充电记录啊，上一次充电是在一个100千瓦的充电桩，这车在55%的 SOC 的时候，充电功率是90千瓦，85%的时候掉了60千瓦，也就是说充入30%，大约30度电，花费了20分钟。那之后呢，95% SOC 的时候，功率是40千瓦，末端充电功率呢在25千瓦左右，我觉得比较符合预期的。如果需要做到达标的充电功率，需要车辆的 SOC 比较低，比如说到10%，需要车辆电池的温度合适，需要你用的这个充电桩比较合适，需要这个电网能给这个桩足够的功率。比如说你用640千瓦的蔚来快充桩，如果这个桩没有分流的话，是可以达到充电19分钟，续航增加70度的。那这个效率呢，其实并不是小米的问题，而实际的充电条件就是这样，要求比较高。而且呢，这台车的 CLTC 续航有800公里，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的情况下，不管你说这个实际续航你是打7折、打8折，甚至说你打6折吧，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。你都到充电桩了，你是充20分钟走，还是充40分钟走，还是充50分钟走，相差这20-30分钟，其实差别并不大。毕竟赶时间的人都3分钟去换电了，对吧？所以呢 ，SU7 用800公里的一个较长的续航，作为年轻人的第一台车，其实是合适的。方向盘方面呢，一眼看上去就很运动的一个方向盘啊，左侧的按钮呢都是智能驾驶相关的，右侧的按钮呢都是音乐播放相关的，逻辑呢比较清爽，也比较简洁。额外的2个圈呢，左边是开启辅助驾驶，右边呢是那个驾驶模式的切换。按下去呢，则会提供一个长达20秒的额外超频。那方向盘的粗细呢比较适中，发泡的柔软度也不错。长时间的续航呢，手轻轻的扶着方向盘，手臂呢可以自然而然的搭在中控台上，我觉得人机设计呢是合理的。仪表屏呢倒是比较少见的翻折式设计啊，上电之后呢会旋转，不同的驾驶模式呢，仪表屏也会发生一些变化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苏七对于物理按键是有执着的。中控台上除了有空调风量、空调温度、空气悬架高度、尾翼高度调节，还有 Start/Stop 这么一个燃油车上才有的按钮啊。那官方说法是呢，方便从油车转换来的米粉们过渡。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这个 Start/Stop 按钮也可以让软件层面上让它们失去功能。事实上，我也是这么用的，就是不用它。那屏幕上方的 Car IoT 的设备呢，我们后续章节再去聊。仪表盘下方呢是2个放手机的位置，只有驾驶员一侧呢有无线充电。这个呢，其实犯了小鹏 G9当年一样的错误啊。这个错误跟 Start 和 Stop 按钮正好是相反的。无线充电板呢，是你必须要有，我可以不用，但是不能没有。那 Start/Stop 按钮呢，就是应该没有。座椅呢，我这次选择的是很经典的暮光红啊。座椅的设计呢倒是不错，上层的3D Mesh 网状支撑，手感呢也很柔软，长途驾驶呢也没有很明显的疲惫感。我这台呢高配的纳帕在部分区域呢得到了使用，标配的座椅呢是有加热，是有通风，但是并没有座椅按摩功能啊，应该也是符合小米的定位吧。那值得一提的是呢，主驾驶有一个119毫米高的侧翼支撑，这个呢在你激烈驾驶的时候可以夹紧你的身体啊，包括像我这么瘦的，它的夹紧效率都挺好的。那他们预想呢是要跟 AD 结合，在车辆过较大曲率弯道的时候，提前把你预夹紧。对于座椅的提前量还是有一些要求的。座椅上呢是有头枕音响的，好处呢可以让导航的声音更加聚焦于驾驶员，尽可能的防止吵到车内需要安静的人吧。那小米说呢，他们的车辆的10音麦克风降噪也做得不错，你应该会看到一天媒体老师去演示开窗打电话之类的。那门把手呢以及扶手这一块呢，大量使用 PU 以及反绒皮所结合，视觉效果呢其实还不错，手感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视线以下的部分，比如说水杯架那一块则迅速的使用了黑色塑料，倒也是平衡了成本跟视觉的一种方案吧。4个门把手呢均布置了存放雨伞的位置，有点意思吧。顺便说一句啊，车上的音响呢支持杜比全景声 7.1.4， 可能跟音源的匹配上还需要下一点功夫啊。我个人建议呢，小米学习一下蔚来，自己去自制引入大量的全景声内容，毕竟搞运营小米应该是
是擅长的。那好的硬件呢，非常需要良好的音源去匹配，才能有好的效果。相对于主驾驶丰富的调节呢，副驾驶就比较简单了，前后加上一个座椅角度的调节。所以你明白了吧？这个车呢，还是会趋向于长期一个人驾驶。那副驾呢设计了一个放手机的位置，相比较小鹏他们呢会用一个限位器的设定，这个呢它是放进去比较松松垮垮，但手机呢不会被夹住，但是确实呢也是能给副驾无处安放的手机找一个地方。后排呢首先就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啊，这个卢伟冰之前单独发了视频，雷军竟然又发了一次，你瞧瞧人家这个管理层对于舆论的反应速度啊，某些车企真的应该好好学学。后排空间怎么说呢？反正我怎么样说都会吵架，那我就发一个以我的驾驶位置、以我的身材来对比的吧。反正呢，我觉得就我的车来说，跟 ET5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后排空间。那顶部空间方面呢，这台车后排头部跨点到车顶的距离呢，大概是944毫米，这是一个官方数据，比蔚来 ET5呢是多了4毫米，比三系呢960毫米是少了16毫米的样子，我觉得属于中规中矩吧。那后排的中央扶手后方呢，也有放手机的位置啊，提供了2个 USB Type-C 接口，还有额外的一个冷暖箱，叫冷暖箱而不是冰箱，我猜应该是电子制冷而不是压缩机式制冷吧。但是你让这个冷暖箱或者说冰箱到40度的制冷是没有问题的，放一些听装可乐，一共是可以放下6听的。后排座椅呢也是支持4:6比例的放倒，可以放一些大件的物品。后备箱容积呢跟车辆的型号不同而有所区别，应该是电机影响的容积啊。总体来看，得益于5米的车长以及小米9100吨的一体铸造，那后备箱下方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域的，可以存放一些物品的。我觉得后备箱容积 SU7 真的是要比 ET5 要大不少啊。官方的数据呢是普通版的容积是571升 ，Max 版本呢是493升。我还是给一个参考啊 ，ET5T 呢是492升，所以你能看到苏7的后备箱是很大的。我觉得这么大容积的后备箱对于轿车来说很棒了。后备箱中呢也提供了12伏最大180瓦的输出，网兜啊之类的这些收纳零碎物件的东西该有的都有。智能座舱呢，先从几块大屏幕说起吧。56寸的 HUD， 这个 HUD 的尺寸呢真的足够大，而且是彩色的，高度呢以及左右都可以调节。Max 版本呢应该是标配的，也可以把导航投到这块 HUD 上。我个人会觉得投上导航之后呢，就显得略微复杂了。我会希望提供一个简版的信息。不过56英寸的硬件放在这里很好，有了这个硬件，想怎么玩不就怎么玩嘛。7.6英寸的翻转式仪表盘，这前面已经说过了，车辆上电或者按 Start/Stop 按钮的仪表盘都会反转。这个仪表盘的设计见仁见智吧，基础的时候呢 ，NOA 啊，包括时速什么的都有显示。这种方式呢，肯定比方向盘上那一小块显示区域要好，也肯定比 Model 3那样连个仪表屏没有都好呀，对不对？那16.1寸的中控屏，这个是重点啊！骁龙8295芯片，流畅不卡顿，上车就亮屏，这也是小米做软件这么多年所擅长的。交互方面上呢，屏幕上的软件支持全屏、1/2屏以及3分屏，所以呢，不管是导航呀、音乐呀，还是 SR 都有对应的显示位置。这个设计我太喜欢了，我觉得横屏呢就应该是小米这样的设计。相对于任意尺寸的拖拽呢，灵活的卡片布局才是新时代车机所该有的嘛。车机软件方面呢，我感受的是该有的都有了，不该有的也都支持了。小米所擅长的事情呢，它都做得很好。在 P 档呢才能使用的一些影音软件，小米在 logo 上额外做了一个 P 的标记。米家的车机互联呢，无疑是小米汽车的另外一大卖点啊。目前有3大品牌都有自己的手机加汽车，华为呢是依靠赋能提供一系列的解决方案，大体上呢是一套产品能力接近，定制化呢会略显缺乏一些。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小易无法控制车内的一些 app， 可见即可说嘛，对吧？蔚来呢是自制了原生的手机，而且使用了 UWB 的节点解锁，也有比较完善的车手互联能力，应该是花钱花的最多的、体验最好的。小米呢，应该是第3家比较大型的车企了。一些基础的功能，它跟蔚来做的其实是比较接近的。比如说，你使用手机上的高德导航，车机上就可以直接发起导航了。手机上再搜索导航，看是直接回转过去的。开始导航。出发，全程381公里。车上呢，同样也有一个手机的按钮，点开之后呢，会打开手机的桌面。如果你需要打开 Apple Music 呢，它可以同时显示。到桌面。看到没有？手机的应用就到了桌面上，而且 Apple Music
这个是很好使的，因为 Apple Music 很便宜，对吧？家庭一家还可以去共享，而且乐库的版权什么的都可以很容易的拿到，而且同时你在使用 Apple Music 的时候，你的这边是没有任何遮挡的。同时呢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软件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拼到桌面上，这个交互呢就要比未来做的要好了。未来是没有办法把手机上的软件直接给拼到车机的桌面上的，成为一个类似于车机的应用，这改变了一切啊！因为车机无论你怎么支持软件都会不够嘛，手机的软件是无穷无尽的。同时呢，小米创造性的制作了一个支架，把它放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。小米的平板呢是支持供电的，如果你是 iPad 呢，还需要额外去买一个壳也能用，但是没有办法直接供电了。这个平板上呢，小米各自为他们开发了独立的互联网应用 App， 应该是通过蓝牙的方式呢实现对一块车辆的控制。你要注意啊，这个你的平板电脑就是你的平板电脑，该有的功能一个不少。小米是通过一个 App 的方式来支持了对车辆的控制，这样就保证了灵活的后排娱乐以及对车辆的控制能力。这块屏幕呢，同样是可以发起导航的，比如说我在后排搜索应县木塔，前排呢也是会收到导航位置的。这个场景呢是存在的，比如说你拉上朋友一起去吃饭的时候，让朋友去帮你提供一个导航位置，这个场景太正常了，对吧？我测试了一下 iPad 的能力呢是要小于小米平板的能力的，所以这台车你还是使用小米平板吧。如果你不需要平板的话，这个挂扣以及卡扣都可以完全拆下来的，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。米家的生态链互动也是这台车的一大卖点啊，因为小米速7呢本质上也是一个智能设备，所以呢也可以实现家庭的联动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实现当你的车开出了地理围栏之后呢，家里的扫地机自动工作，回来的时候呢自动拉好家里的窗帘。反向操作也是一样的，你可以操作家里的小爱去提前打开车内的空调。这些操作呢虽然手机上也都能完成，各种各样的设置条件也能触发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，车作为一个智能设备，就是从触发条件上拓展了智能家庭的用法。此外呢，Car IoT 设备也是另一大亮点。你可以看见中控屏下方那些物理按键的嘛，那就是一个扩展。这样做的好处呢是通用接口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，同时呢，因为这是一个外挂件，在车上进行研发的时候呢，可以不考虑这个零件的车规级需求。你要知道，很多零件要是做车规级呢是非常贵的，而且认证周期也很长。这种呢，无疑是给拓展这些无伤大雅的功能提供了很多先进的思路。小米呢，在中控屏、仪表台、中控台、前排座椅、靠背等很多地方提供了多达12个扩展接口。仪表屏上面呢，这2个眼睛一样的东西也是一个拓展。我个人呢对此无感，喜欢的同学呢自己买吧。同样呢，手机支架也是拓展。我有一直秉承的一个逻辑啊，就是车机如果做得好的标志是手机就应该放在下面充电不管。但是小米呢坚持这个东西应该有一个。那我猜测呢，我只是猜测，应该是 IoT 部门有盈利的需求吧。造车呢交个朋友，对吧？这些车的配件的毛利给我搞起来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中控台下方的空间，目前呢安装的是一个智能香氛机，那下方呢还有额外的一些位置可以放置手电筒之类的 IoT 设备。反正拓展性呢是小米汽车的一大亮点。小爱同学同样具备不错的能力，除了基础的开空调、调节温度啊、播放音乐这些常规的能力之外呢，小爱同学也加入了 GPT 的能力，让他画一画也是可以的。不过我觉得没啥场景啊。当然有一个呢做的还不错，你问小爱同学呢附近有什么东西，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吧。小爱同学，嗯，边上那个长得像钉子一样的建筑是什么呀？你边上那个长得像钉子一样的建筑是北京奥林匹克塔，也被网友称为大钉子。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15号。所以呢，小爱同学的语音能力应该是小米的一个优势，更加应该加紧开发，更多的拓展它的能力。智能驾驶，我这台 Max 是有 AD Max 能力的，双 Orin X 芯片，508 TOPS 的算力，也算是当前智能辅助驾驶的标配了吧。目前呢，城市 NOA 小米还没有开放，只是在酒店周围我简单体验了一下，我就不发布了。给我们用上呢是高速 NOA，不过当前的阶段呢，高速智能驾驶各家水平都差不多，基本呢都不需要接管了。小米呢也做了一些安全策略，诸如高速避让大货车之类的，动作很明显，安全感也有。向左变道超车。然后还会避让一下大货车。对，会有，它是向左偏，对，差不多能有10到15公分左右，对，大车规避的这么一个动作，能明显看到出来。反正智能驾驶卷到这个水平，在我开过的路段，目前的 NOA 是可以用的。智能驾驶的另一个重头戏呢是 APA 记忆泊车，多层级的停车场也可以正常的跨楼层走，可以停到自己的车位。前方即将右转。跨楼层。正在经过坡道。
前方即将右转。啊，这里要进去。请注意接管，泊车已暂停。哦，我们这里是路被封上了，但是正常情况下路是不会被封上的。路不会被封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正常过去的。前方即将右转。啊哈，我们正在往自己的目标车位。前方即将左转。还是很好玩的吧？即将到达目标车位。目标车位是哪个呀？哦，是这个。哇，好极限！哦，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，我们的那个位置距离是不够的，然后他就直接借道的方式来往目标车位停车。哎，你看他是会借道的，这个还挺好的，因为真实情况下你的车位可能就是不是确定性的，对吧？做的不错哎！我又试了一些别的车位啊，如果是靠近柱子的，它还会采用远离柱子的方法，方便你开门的一个策略。就我体验的停车场来说呢，做的挺好的。开始泊车了，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。这是一个有柱子的车位，难度会略微大一点点，啊，但是空间受限，正在向左停靠。你看，它是会的，做得非常好，做得非常好，就是因为这是有一根柱子，它如果不向左的话，你开门都会变困难。车停好了。我还体验过他们的工程版本，在停车场开的呢是要比这个要飞快的。小米在发布会上呢曾经说他们的立体车位泊车做的也不错，看起来呢他们想把这个泊车这个事情打透，是不错的。人工驾驶的话呢，先说一说能耗。我的一贯风格呢就是正常开，顶着限速来开，不会特别省电，我也开空调，对吧？苏七呢这次驾驶，我的试驾里程大概有160公里左右吧，不长也不短。我的能耗是这样的，观察一下能耗 ，A 是我的能耗，今天开的，反正我开的也不算温柔吧。北京呢这边气温3度到14度，然后行程 B 呢是他们这么多天累积的，反正包含试驾了，1000公里的话平均是19.3。作为一台有着将近600千瓦动力的车，我觉得还可以啊。最主要的是啥？这车电池大，对吧？102度电池，然后 CLTC 有个700多800啊，随便你怎么打折，一次性让你跑个400-500公里去充个电，我觉得是够的啊。他们为驾驶呢调教了一套运动声浪，声音从视频里面听可能还好。转向。我听起来的感觉是假假的。我个人觉得电动汽车还是没有必要去模仿燃油车的声浪吧。Taycan那个声浪就结合了电机的声音，我觉得做的就很有特色哦。驾驶方面呢，小米是动能回收做的比较好的厂商，支持多级的调整。如果你是燃油车用户，不习惯强动能回收的话，你不妨去改低一点。那这台 Max 本身的配置也很高啊 ，CDC 加空气弹簧提供了基本的能力，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这样的也是运动车型的标配。原生的几个驾驶模式呢，我会更加推荐舒适模式，不管是转向的随速增益，还是这个车辆悬架在60公里每小时左右过起伏路时候的抑制，我觉得处理的都还不错。作为第一台车，小米做到这个水平，我其实是有点惊讶的，做的不错的。这里要稍微夸一下一个参数上的事情，小米用的这个 V6S 电机全油冷，转速21000转，最高极速也达到了260公里每小时。这些东西呢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小米对于驾驶的追求。虽然试驾的道路呢是公共道路，我无法去感受到它的后段加速能力如何，也不清楚这个持续的高转速持续时间如何。但是至少吧，小米努力的把最高转速做高了，这个就是值得夸奖的一件事儿。
小米呢第一次造车，公司极为看重，这也很正常啊。造车的投入实在是太大了，供应链也太复杂了。一个手机2000多个不可拆分的零件也就到头了，到智能电动车上，一个重要的 CCC 中央网关，对吧？零件就可以轻松的做到7000个。一台整车从生产角度来说，也比做手机要复杂太多了。更不要说你还要去提前搭建渠道，你还要进行售后，甚至你还要部署充换电设施，对吧？汽车不同于手机，各种安规认证更是天文数字。雷军呢，其实也是一个一直追寻风口的人啊。1992年，雷军加入了金山，成为了金山第6名员工。WPS 你们都听过对吧？2011年8月，第一台小米手机在北京798亮相，当时1999块钱，璀璨夺目啊。2021年，雷军同学又宣布造车，首期投资100亿人民币，未来10年还要再追加100亿美金。雷军的每一次努力都有深刻的去改变人们生活的能力。雷军说，这将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重大的创业项目，关于造车。这将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重大的创业项目。我愿意押上我人生所有积累的战绩和声誉，为小米汽车而战。第一台车，小米终于交到答卷。不管是车本身，还是小米希望媒体们所宣传的，都希望说这台车是一个6边形战士，好看、好开、智能、有品质。但确实从用料上来看，雷军也做到了。你也能看到小米把各种各样大牌、大厂、大牌的东西给它加入，但汽车呢，终究是一个太复杂的设备啊，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掌上明珠的消费产品了。小米的第一台车，你很难在供应链上看到巨大的优势。雷军也反复的去说，可能这也最终影响了它的定价。今天公布的价格呢，我想也是反复抉择、纠结之后的结果了。那祝福雷军吧，不管怎么说，小米汽车交卷了，但是造车的终极考验之路，其实是从你交车的那一天开始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懂买买关于小米苏7的一个比较系统的评测，希望能对你选购小米苏7有帮助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双订阅懂买买，买买在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